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14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在我们请 AI 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第一则新闻：全球首个大量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即将问世。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公司 Fourier Intelligence 正在研发一款名为 GR-1 的人形机器人，以应对医疗劳动力短缺的挑战。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估计，到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Fourier Intelligence 的 CEO 兼联合创始人 Zenko 表示，这款 GR-1 的身高 1.64 米，重55公斤，具有行走、避开障碍物等功能，还能够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例如拿起物品。他指出 ，GR-1 可以成为一位照护者、治疗助手，甚至是独居老年人的家庭伴侣。尽管 GR-1 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 Fourier Intelligence 希望在2到3年内完成一个可工作的原型。一旦完成， GR-1 将能够帮助患者从床上移至轮椅，并协助捡起物品。Fourier Intelligence 已经在康复和外骨骼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患者已经熟悉部分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例如在物理治疗中使用机器人支撑手臂和腿部。KOH 认为，人形机器人可以填补现有技术的差距，并成为与患者进行互动的自主机器人。同时，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GR-1 与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原型 Optimus 以及其他中国公司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起展示，其中之一是一款名为 X20 的4足机器人。该机器人用于执行危险任务，例如有毒气体检测。Deep Robotics 的营销经理钱小雨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开发这些机器人的应用，让人们摆脱枯燥和危险的工作。该公司还计划将 X20 用于紧急救援和火灾检测，但钱小雨同时表示，这对技术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第二则新闻：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一个令人困扰的迷思。制造业一直以来都具有其吸引人的一面，被认为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如此，各国政府也对工厂有着极大的期望，认为他们可以应对气候变化、中产阶级就业不足、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增长疲弱等问题，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特别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投入的力度更是突出。美国总统乔·拜登曾提出：“朋友们，谁说我们不能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之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已经投入了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欧盟也因此调整了国家援助规则，各国政府得以慷慨解囊。这些举措仿效了新兴亚洲大国的做法。中国的中国制造战略旨在将该国由制造业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而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则希望到2025年时将制造业在经济增加值中的份额提高到 25%。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也正在禁止原材料出口，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然而，在西方国家，逆转制造业衰退的目标却让选民们感到越来越强烈。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从1997年的 19% 下降到了现在的 16%， 尤其在富裕国家下降最为明显。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似乎与30年前相差不大，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最近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支持制造业的人提出了4个论点来反转这一趋势。首先，他们认为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可以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其次，他们认为制造业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于推动绿色转型尤为重要，并且可以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更受选民欢迎。最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哪些商品具有战略重要性，进而需要更多的在本土生产。然而，这些论点并不那么确定。制造业提供的优质工作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见。在20世纪，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在工厂中可以找到体面的薪水、工作保障、一定的自主权和职业发展机会。然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体面的制造业工作不复存在。在富裕国家，需要中等技术技能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工作主要出现在服务业中。富裕人口在服务业方面的支出比例更高，而工业需求越来越多的由新兴市场国家满足。因此，制造业工作流失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第3则新闻 ，Radar 是一家成立于2020年的公司，
他们与欧洲自行车制造商合作，提供加工部件。在2022年 ，Florian Zebig 接任了 CEO 一职。他在多家自行车品牌工作过，包括 XLC 和 UVEX。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2023年3月将这个合作伙伴关系转变为 Radox Components GmbH。虽然 MTC 和 Evocut 将继续为汽车、赛车和航空领域工作， Radox 将专注于自行车特定部件。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可持续和本地制造自行车部件的领导者。Radox 团队目前正在扩大，该公司使用各种机器和设备，包括5台5轴 CNC 机床、7台3轴 CNC 机床、1台 CNC 车床、各种自动化机器人、1台自动化激光设备、各种内部测量设备、振动抛光设备，以及即将建设的疲劳测试实验室等等。他们还使用 SolidWorks 的 Solid CAM 软件。Radox 团队已与客户合作进行许多开发和设计而感到自豪。Florian 表示，团队通常会收到不完美的 CAD 图纸，因此他们与客户密切合作，确保产品可以高效地制造并达到客户的标准。他们可能提出不同的半径或全新的形状，以使加工更加容易和便宜。Michael 表示，其他供应商仅仅机械加工客户订购的产品，而 Radox 团队则会非常仔细地查看他们收到的数据，并帮助客户获得最佳结果。但他们专注于批量生产。他们表示，他们使用与批量生产相同的过程来制作原型，因此原型不仅证明了零件实际上可以制造出来，同时他们也确保它可以在他们拥有的设备上高效制造。此外， Radox 越来越常与添加制造工艺合作，以检查零件的实际外观。Radox 还拥有内部的激光设备、振动抛光机和去毛刺的研磨机。此外，他们还提供阳极氧化和超声波清洗等服务。第4则新闻 ，Fanuc 帮助 Recycle 革新垃圾处理。自动化专家 Fanuc UK 的支持帮助了这家快速发展的回收技术公司通过 AI 技术改进可回收物料的分类处理方式，从而革新了垃圾管理行业。总部位于伦敦的 Recycle 使用自家专利的 AI 视觉技术，结合 Fanuc 6轴 LR-Mate 机器人，自动化检测和分类干混可回收物料。这在传统上是一个主要依赖人工的过程。这一突破性系统名为 Recycle Robotics，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包括分类准确性提高了多达 12%， 产线产能提高了多达 10%， 有助于垃圾处理业者提高利润，解决了垃圾管理行业一直以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Recycle 成立于2020年，最初只有4名员工，现在已经拥有超过45名员工，并在英国和欧洲各地拥有安装基地。根据首席执行官 Victor DeWolf 的说法，从一开始 Fanuc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一直是公司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Fanuc 对我们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对我们和我们旨在提供的产品充满信心。最近 Recycle 迈出了迅速的发展步伐，宣布由深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DCVC 主导的1700万美元 A 轮融资，改变传统分类方式。 Recycle Robotics 利用基于 AI 的电脑视觉技术识别复杂垃圾流中的每一个物品。作为系统核心的 Fanuc LR-Mate 机器人随后将这些可回收物料自动分类为不同的材料类别，如塑料、铝、纸张和纸板等。作为当今全球最准确和高效的 AI 机器人选料解决方案，它可以全天候运行。每个机器人在10小时的工作时间内能够选料高达33000个物品。对于 Recycle 来说，选择正确的自动化供应商和机器人解决方案对于他们的技术成功至关重要。首席技术官 Peter Headley 表示，在我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我们与 MTC 合作，他们建议我们在寻找机器人合作伙伴时与 Fanuc 联系。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Fanuc UK 从一开始就参与了 Recycle 的发展过程，在仅仅3年内，在欧洲已经安装了14个系统，并已购买了25台 Fanuc LR-Mate。Fanuc UK 销售主管 Oliver Selby 对 Recycle 表示充满信心。我们希望从第一天开始就与 Recycle 携手并进。我们早早与他们进行了接触，并制定了一个计划，使他们能够减轻市场风险。我们进行了模拟和实际试验，确保产品最终发布时能够按计划正常工作。结果是一个比市场上其他产品具有更高通量的解决方案。它以一款紧凑的机器人提供了优秀的自动化替代传统分选方法，易于部署，易于安装且具有低寿命周期成本。第5则新闻，加速下一代空中巴士技艺发展的新技术中心空中巴士公司正在进一步投资其英国创新能力。今天在菲尔顿工厂开设了新的机翼技术开发中心 WTDC， 该设施将用于建造和测试一系列计划和研究项目的演示器。
由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国务大臣努斯拉特·加尼 （Nusrat Ghani） 节目。新设施将帮助空中巴士公司加快下一代飞机机翼的设计、建造和测试，通过使用最新技术和世界领先的演示器来进一步提高其机翼的性能。除了发动机优化之外，使机翼更长、更瘦、更轻是提高燃油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最终实现航空业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雄心的最大机会之一。空中巴士公司菲尔顿工厂和明日之翼负责人苏·帕特里奇 （Sue Partridge） 项目解释道：“新的 Wing 技术开发中心将帮助我们将研究落地于实用性。我们为下一代飞机机翼提供技术的一个关键要素是通过明日之翼 （What）。这是我们由英国团队领导的最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上周，我们在该计划中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威尔士布劳顿的团队完成了第2个机翼演示机，并交付给 WTDC。在这里，它将准备在我们的航空航天综合研究与技术中心 AIRTEC 进行结构测试。我计划使空中巴士公司能够探索新的制造和装配技术，以便子孙后代能够继续从飞行中受益。这是为了让我们的人员、技术、工业系统、供应链以及数字和物理能力为下一代飞机做好准备。我们正在利用行业合作伙伴以及最好的数字工具和自动化来识别未来可能会拖慢我们速度的潜在技术瓶颈。我们现在奠定的基础将帮助我们在时机成熟时更好更快的建设。WTDC 扩大了空中巴士公司在英国现有的研究和技术足迹，包括位于布劳顿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 AMRC。以及位于菲尔顿基地的 ZEROE 开发中心和航空航天综合研究与测试中心 AIRTEC。自2014年以来，空中巴士公司已获得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 1.17 亿英镑的资助，用于明日之翼相关研究。这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